边像这种炸鸡也很正常，是吧？嗯，挺正常的吧，这日常机操而已啊。啊，新年第一炸哈，新年第一炸，没事。这是那个岁岁平安嘛，对吧？岁岁平安。大家好，我是安木实验室工程师子恒。今天我们来测试的目的是为了验证我们的多目标跟踪算法。我们将在这个小吊舱上面进行我们的一个多目标跟踪算法的一个测试。我们用的多目标跟踪算法呢，用的是 DeepShot， 然后DeepShot 呢，它是基于检测的，然后通过卡尔曼滤波，然后确定目标框，然后获得对目标的一个跟踪锁定。那我们可以给个镜头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小吊舱。这个小吊舱是3轴的，是非常mini 的一个小吊舱。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实测的一个效果吧。需求的话，就是一些科研机构做那个目标跟踪啊。优势在于就是说它的一个成本很低，然后它是一个整套的一个跟踪的一个解决方案。可以就是这套方案的话是可以用在那个巡回弹上面，就是用于未来战场的，就包括那个现在的一些集群啊，集群的下一步可能就是那个自主无人攻击。对，就是说以后那个无人机都变成集群化，但是集群的话就可能进行一些协同搜索，但是让这个无人机具有一个一定的攻击性能的话，就还需要一段，就是说相当于我们那个目标跟踪吧，这样的一个效果。装好了，我们待会儿试一下手动飞行。好，今天17颗星的话，感觉还可以，因为质量还可以。来，我先把它降下来。好，够了，啊，够了，框了，切了，啊，右边最右边那个，问题不大，先还可以飞，因为换奖，因为它是 P200。飞机没事儿，主要是高度掉了，它就炸了。那你们之前测有炸过吗？之前测如果切得及时的话，它掉不下来。就如果有一个好的飞手的话，就可以及时退出来。这风的话，对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对跟踪的精度还是有影响的。但是这个整体来说的话，飞机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飞机还是挺耐炸的。其他没有什么问题，电机也没有异响。吊舱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刚刚上电的时候还是正常的。那我们看一下吧，上电看一下，吊舱还是可以自检的。吊舱自检成功了哈，然后机载计算机应该也没什么问题。看现在正常收信了，已经换一个桨叶，然后我们再试一试吧。把那个重新框一下我。框下我，框了吗？再框下我。
现在好像这个小一点的吊舱没有之前那个吊舱丝滑，好像偏航还是有点，有时候还是有点问题。诓我了吗？走吧，走吧。